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今天是特殊的一期，跟大家分享我秋冬的跑步装备，还有我最喜欢也是支持咱们这个频道到现在的拍摄设备 ，Insta360 Go 3S。有好多小伙伴都在评论区问我用什么相机拍摄，怎么制作视频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所有视频的拍摄，跑步中的几乎都是这台 Go 3S。看咱们频道久的小伙伴，了解我的小伙伴也都知道，咱们这个频道整个这一系列的节目都是从当年的 Go 2开始的。这台相机我觉得特别适合运动跑步的分享。像我的比赛和训练都相对比较的严肃，所以我在选择日常拍摄设备的时候，首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要方便、要轻巧，不要影响到我的训练和我的比赛。其次是操作简单，尤其是冬天。训练的时候穿的比较多，还戴手套，所以拍摄设备不能需要太复杂的操作。还有就是要能非常快的开始拍摄。像我训练的时候，有时候碰到跑得特别好的跑者或者跑团的小伙伴，我希望可以快速开始拍摄，不错过每一个镜头。所以呢，我觉得 Go 系列这个拇指相机是目前来看最适合我训练和拍摄的设备，几乎没有之一。像 Insta360 Go 3S 这款拇指相机特别的小轻便，最早我引入第一视角节目的时候，就是靠这个磁吸的帽夹，又因为它是磁吸的，还可以把它吸在任何的可以吸住的铁质物品上，自己一个人也能完成固定机位的第三视角拍摄，非常方便。为什么说它小轻便呢？因为我日常拍摄中是不带这个相机壳的，而是只带这个出来。那有了这个之后，你们看，哎，完全的不用看，不用摸，不用找位置，因为它是磁吸的，而且这个镜头这儿特别的好拿，你戴手套的时候也比较好拿。开拍的时候就这样一摁，它会有滴的一声就开始拍摄了。结束的时候呢，再这样一摁，它会有滴滴滴滴就结束拍摄了。我有2个 Go 3S 的单相机，这样在拍摄比赛视频的时候可以拍的比较长的时间。我会把一个 Go 3S 直接戴在头上，另一个直接放在腰包裤里，或者用 Insta360 这个磁吸配件把它这样吸在腰包裤的外边。像上次跑左吕坚湖的100公里，就可以用闪传伴侣配充电宝，电量就比较充裕。我一般跑步的时候不带拓展仓，如果带着它的话，可以把屏幕锁屏，这样就不会误触了。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，这个相机也不会死机，表现很稳定。大阪其实和北京不太一样，大阪比北京暖和多了。这边到冬天可能最冷的时候也就是0度左右。像秋冬的时候，我其实穿的比大家想象的少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最冷的冬天基本上就是一条压缩裤，但是呢，压缩裤分薄的、普通厚的和加绒的，我都有。一般进入秋天、初秋的时候就是薄压缩裤。什么叫薄压缩裤呢？可能现在这个品牌不常见了，就是那个 Skins 那种，就跟皮肤似的那种就叫薄压缩裤。然后像轻功、Nike 这种呢，就是它有不加绒的那种稍微厚一点的压缩裤，这个叫中压缩裤。然后最近拿到的菲比特的，它有2个，一个是薄绒的，一个是厚绒的。这个其实在我看来都算厚压缩裤。那我怎么区分这3种东西呢？一般秋天就个位数的温度的时候，薄压缩裤或者普通的压缩裤都 OK， 就不会冷。然后一到零下，那就2种情况了。如果是没有风的零下，一般有薄绒的压缩裤就足够了，对我来说。然后像北京到冬天的时候，有时候风特大，体感最极限的时候零下20度、零下30度。我记得零下20度的时候，我就是厚绒的压缩裤，然后零下30度的时候，那天穿的一条厚绒的压缩裤，外边又穿了一个普通的，就不是贴身的那种运动裤。就这么穿的话，就最后这种穿法，多冷的天跑步应该都没事儿。然后上衣的选择呢，就搭配可能就比较多，像在里边这件衣服和皮肤衣之外，如果是北方的小伙伴经常刮大风的话，那种羽绒的马甲，那种挺好的，我挺喜欢的。那年就是 Nike 刚出那件黑的特好看，我觉得，但是一看价格我就退缩了。
然后我就很少穿那种。后来买了一个迪卡侬的，特便宜那种，不是羽绒的，应该就是棉的马甲，穿上防风，因为北京的风太大了，穿上防风那种防风效果比较好，因为人其实就是躯干怕冷，胳膊不怕冷。然后再之后你要再冷，就是厚一点的软壳了。然后你也可以说不穿皮肤衣，就穿里边那个，再穿一个羽绒的背心儿那种马甲都可以。然后至于手，你看就这种，这像我这个年纪人管它叫魔术手套，因为原来小时候没有这种弹性手套，这种手套大概个位数的温度没问题。但是像今天像大阪这个温度就稍微有点冷了，手指头尖儿。那手套是怎么最重要的？就这种分手指头的手套，再冷以后多厚都没用，再冷就得是手闷子。手闷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穿上以后就跟哆啦 A 梦似的，比哆啦 A 梦还多一个手指头，就是大拇指跟4个手指头是这样的，这4个手指头在一个空间里那样的暖和。就是大概我的经验，北京啊一低于0度就得带那个了。当然是我这种身材，因为我太瘦了以后这手脚毛细血管就不太行，就特容易手脚冷。原来不这样的。北京我基本上到0度以下，我就得带手闷子。手闷子是我觉得是伟大的发明，不管薄厚都特别暖和，因为你这个手在一起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也戴过很厚的这种手套也不行，而且这种分指的手套太厚以后就像骑摩托的那种，也不舒服跑步的时候，而且也就是基本上也操作不了相机了。像我那个手闷子其实不厚，但是就是挺暖和的。不过在大阪戴不着了。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2月1号，北京特冷的时候，这边也特冷的时候，然后还说带上它，到这边会不会冷？结果就不是那种冷，就这边个位数的温度或者0度左右带不上。就是我拍脑袋说，中国的话可能长江以南应该就完全带不上手闷子了。然后至于脚，就别穿那种好多洞特透气的鞋了。如果你脚爱冷的话，我脚不爱冷，所以我还好，没有什么冬夏的区别。然后穿厚袜子就好了。然后给大家的建议是呢，冬天时候穿那种比较长一点的袜子，能把脚踝、脚脖子都给箍住的那种会比较舒服。再冷怎么办？还有几个小窍门，在这边没用过了，在北京老用。就是现在不是都腰包裤嘛，对吧？你再冷，你把这腰包裤里这腰包这一圈呢，你塞几个暖宝宝，就买那种没有贴纸的最便宜的，淘宝一大袋子的那种，就暖手袋，对，往里塞，那个大概能管1个小时的用。然后咱们再说说帽子，还是人家南方的小伙伴，你一个冬天这种帽子都没问题。但是你看这个，在北京的时候，就这种帽子特薄，但是它能护住耳朵的，尤其是护住耳朵尖儿的。这种帽子到0度左右我就得戴上了，然后再冷就得在这个外边再戴一个厚的。那厚的长什么样呢？你们看我2022年北马戴那个其实是个厚帽子，因为那天说是特别冷，结果就有点后悔，就戴多了。就是在这种薄帽子是贴脑袋的，戴上以后跟头巾似的，在这外边再戴一个厚的就管用了。北京我还用不到戴那个耳罩。然后再往北再冷的地方就得戴耳罩了。至于脖子我倒还行，刮风的时候会比较冷，所以刮风的时候我推荐那种就是羽绒的背心嘛，那种一般那个领子都是立起来的，或者是那种厚一点的皮肤衣有那种领子的就好了，不需要戴围巾。好吧，这就是我秋天冬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穿着经验，还有我的拍摄经验。像这个 Go 系列确实是很方便。你要说唯一我觉得还可以再好的，就是从3代开始它没有那个机身震动了，就是那个那小摄像头的震动了。如果那个能再加回来就更好了，因为戴在帽子上，你开机它震，你停机它也震，这个要比声音的反馈更直接的多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冬天秋天跑步，注意身体，注意安全，一切都顺利，好吗？那我们下回再见。